被禁止53年的技術可能要復活了。你有没有想過一個問題？如果把一位1970年的飛行員突然帶到2026年，你覺得什麼最能讓他震驚？是人工智能，是智能手機，還是能夠自己降落、自己返回的火箭？這些當然會讓他吃驚，但還有一個更奇怪的事實，他會發現人類幾乎把所有東西都升級了，電腦越來越快，汽車越來越智能，火箭甚至開始重複使用。可唯獨一件事兒似乎停留在了半個世紀前，那就是客機的速度。今天從北京飛紐約依然需要10幾個小時，從上海飛巴黎依然需要10幾個小時，從洛杉磯飛東京也依然需要10多個小時。你可能覺得很正常，但問題是，人類明明在上世紀就已經掌握了超音速飛行技術，甚至在50多年前就已經有客機能夠以2倍音速飛越大西洋。既然如此，為什麼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們的客機反而沒有变快？難道是技術退步了嗎？不是，真正的答案可能會讓你意外，因為人類並不是做不到，而是主動把這項技術鎖了起來。而就在最近， NASA 宣布的一項重大進展，可能正在打開這把鎖。被封印了53年的超音速時代，或許真的要回來了。6月5日 ，NASA 發布消息，實驗性飛機 X-59首次實現超音速飛行。很多媒體把它報道成 NASA 超音速飛機首飛，但如果你只看到這裡，那就錯過了真正的重點。因為 NASA 造這架飛機的目的根本不是為了創造速度記錄，它真正想做的事情是改變全球航空規則，甚至有可能改变未來幾十年的航空運輸方式。而這一切都要從53年前的一紙禁令說起。時間回到上世紀60年代，那時候全世界都沉浸在一種科技狂熱之中，人類即將登月，核能被認為能解決未来能源問題，而航空業也相信超音速客機就是未來。當時很多人認為，到21世紀，人類坐飛机就像坐高鐵一樣，紐約到倫敦幾個小時，東京到洛杉磯幾個小時，整個地球都會因為超音速飛行變得更小。然而現實卻給了所有人一記重擊，因為超音速飛行有一個巨大的副作用——音爆。什麼叫音爆？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飛機突破音速時形成的一堵空氣牆。當飛機飛得比聲音還快的時候，空氣來不及提前讓開，於是衝擊波不斷堆積，最後形成巨大的壓力波。當這股壓力波傳到地面時，人們聽到的不是普通噪音，而是一聲巨響，就像炸彈爆炸，像雷電直接在頭頂炸開。在當年的測試中，許多居民抱怨房屋震動、門窗搖晃，甚至出現玻璃破裂的情況。於是問題來了，如果未来每天都有成百上千架超音速客機從城市上空飛過，那誰受得了呢？於是1973年，美國正式出台規定，禁止民用飛機在美国陸地上進行超音速飛行。後來很多國家也陸續採取類似措施。從那一刻開始，超音速航空的發展被按下了暫停鍵。注意，這裡有一個非常反直覺的地方。很多人以為超音速技術失敗了，其實不是，技術成功了，但社会不接受。換句話說，人類突破了音障，卻沒突破居民的忍耐極限。不過，即便如此，仍然有一架傳奇飛機曾經短暫實現過超音速夢想，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協和號。如果你對航空史稍有了解，一定聽過這個名字。協和號堪稱人類歷史上最著名的超音速客機。它的巡航速度超過2馬赫，大約是今天大型客機的2倍。普通客機從倫敦飛紐約需要7、8個小時，協和號只要3小時左右。很多乘客甚至會產生一種錯覺，自己好像在追趕太陽。聽起來是不是特別先進？但問題也很快出現了。首先是油耗，協和號的燃油消耗極其驚人，其次是維護成本，再加上超音速禁飛規定，它大部分時間只能飛越海洋，航線受到嚴重限制。最後則是票價高到普通人根本買不起。久而久之，協和號逐漸從未來交通工具變成了富豪專屬玩具，最終在2003年正式退役。從那以後，全球民航重新回到亞音速時代，於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出現了。過去20年，航空發動機不斷升級，材料不断升級，計算機不断升級，但飛機速度卻幾乎停滯不前。人類似乎默認接受了一個現實，飛機不會再變快了。直到 NASA 的 X-59出現。
如果你看過 X-59的照片，第一反應大概率是：這真的是飛機嗎？它看起來不像傳統噴氣機，反而像一把細長的長劍，又或者像一條巨大的劍魚。機頭長得誇張，整個機身細得離譜，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它都會覺得有點怪異。但這種怪異恰恰是它最大的秘密，因為 X-59最重要的任務不是飛得快，而是飛得安靜。NASA 希望通過特殊外形設計，把原本集中爆發的音爆衝擊波拆散。傳統超音速飛機產生的是一聲巨大的爆炸聲，而 X-59試圖把這種爆炸聲變成輕微悶響。NASA 把這種概念稱為 Quiet Supersonic， 安靜超音速。如果成功的話，地面居民聽到的聲音可能不再像雷鳴，而更接近遠處有人關了一下車門。這就是整個項目最核心的技術目標。注意，這裡要特別說明， NASA 造 X-59並不是為了生產客機，也不是為了和誰競爭速度記錄。NASA 真正想做的事情，其實是拿着數据去敲開監管機構的大門，因為只要超音速禁令還存在，再先進的超音速客機也沒意義。所以 NASA 現在正在做的事情，本質上是在證明一件事兒：超音速飛行未必一定伴隨着巨大音爆。如果證明成功，那麼全球航空法規就可能迎來幾十年來最大的变化。而這次 NASA 公布的最新消息，正意味着項目已經進入關鍵階段。6月5日，首次超音速飛行成功，接下來還將進行更高速度、更高高度的驗證。隨後 ，NASA 計劃飛越多個社區，讓普通居民親自參與測試，是不是很有意思？過去測試飛機性能主要看工程師、看飛行員，而這一次 NASA 甚至要問普通人。你覺得吵嗎？因為最終決定未來超音速時代能否回歸的人，可能不是科学家，而是公众。如果未來測試結果顯示大多數人都能接受這種噪音水平，那麼美國 FAA 以及國際民航組織就有可能重新制定相關標準。到那時候，真正的變化才會開始。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未來超音速客機全面回歸，世界會發生什麼？今天從紐約飛洛杉磯大約需要5-6小時，未來可能縮短到3小時左右，跨洋商務出行效率會大幅提升。很多過去必須提前1天出發的行程，未來或許當天就能往返，整個世界都會被進一步壓縮。當然，這聽起來很美好，但現實仍然有很多障礙。首先是成本，協和號失敗的教訓依然擺在那裡，速度越快意味着能源消耗越高，運營成本越高，機票價格也越高。其次是環保，如今全球航空業越來越重視碳排放，而超音速飛行天然更加耗能。如何兼顧速度和環保，依然是一個巨大挑戰。最後則是市場需求，人們到底願不願意為更快的飛行支付更高價格？這個問題至今沒有明確答案。所以 X-59即便成功，也不代表明天就會出現超音速客機航班，但它至少證明了一件事：那個被認為已經結束的時代，或許並沒有真正結束，它只是沉睡了很久。說到這裡，我覺得最值得思考的，其實不是 NASA 能不能成功，而是另一個問題：過去50年，人類為什麼沒有執着於讓飛機飛得更快？因為航空業後來發現，相比讓少數人飛得更快，讓更多人飛得起，可能更重要。於是過去幾十年，航空公司不斷優化燃油效率，不斷降低運營成本，不斷提高安全性，最終讓坐飛機從少數人的特權變成了普通人的日常。換句話說，過去半個世紀，航空業最大的成功也許不是速度，而是普及。而今天 ，X-59正在試圖重新找回速度。那麼問題來了，如果未来真的出現一種超音速客機，北京到紐約只需要4個小時，但機票價格是現在的5倍，你會願意買嗎？你覺得未來航空業應該追求飛得更快，還是應該繼續追求飛得更便宜、更普及？歡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評論區。因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很可能決定未來幾十年人類究竟會飛向怎樣的天空。這裡是宇宙之思，宇宙很大，人類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們從未停步。